迎收看《关键时刻》。在前一段时间，不断的传出说习近平的权力有一点动摇，不断的传出说张又侠在解放军的地位已经隐隐然的压过了习近平。当然想说，怎么可能？这几年来的主旋律，习近平都是定于一尊，所有都是以习思想为主，你不管做任何事情，言必称习近平。但现在诡异的是，现在不是说只有传言，而这个传言不但甚嚣尘上，而且已经变成了白纸黑字。我们昨天讲到的是在《解放军报》里面，《解放军报》的8·1评论已经讲到带头坚持集体领导，而且不但是8·1评论的《解放军报》讲带头坚持集体领导，连什么？连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的长城瞭望也都转载在这一篇里面。连国防部的网站也转贴，那你转贴到这边就为止了吗？没有，我们看到接下来这2天又传出来一篇，这边什么带头发扬党内民主。我们知道这2天就不断的强调2个主张，一个就是集体领导，一个就是党内民主，而这个就是跟之前我们讲的刘源上书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也就代表你现在不管讲集体领导，你不管讲这个所谓的集中民主，都是要去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因为过去来讲，习近平说了算，如果是习近平说了算，哪有集体领导？如果都是言必称习近平，那哪有所谓的党内民主可言？就没有想到，现在第一个挑战习近平的竟然是解放军，而这个解放军挑战习近平的力道到底有多强？还有现在也传出来说，丁薛祥跟蔡琴2个人正在斗争。你再看到了薄瓜瓜最近不断的发言，难道在中国的内部有我们无法想象的风暴正在形成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来宾的，大方首席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人王一德，大家好。好，第6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一峰，大家好。好，第6位是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是哦，之前传言说，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大家想怎么可能？就没有想到，现在是解放军报，现在是8·1评论。我们昨天讲，他已经有一个带头坚持集体领导，而且这个带头坚持集体领导里面，连中国的国防部在中国国防部的网站我都转贴，代表这个是解放军报的立场，这个根本就是国防部的立场。那你习近平难道不能控制吗？而且讲到坚持集体领导，那不就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吗？那你讲说这个东西到此为止，我应该压住啊，让你不能扩散啊。没有，今天又来了，又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你说这是一波接着一波，而且更可怕的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带头作乱的居然是解放军。而且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开始要斗你的时候是贴出大字报，对不对？那这一次呢，居然是解放军开始8·1评论里面，你看从12月9号带头坚持集体领导，这是最新的11号带头发扬党内民主。这边觉得有解放军，然后一直不断的发话，好像要炮打党中央这个意味，所以呢，当然对习近平形成相当巨大的压力嘛。好了，不只是党内里面的解放军呢，不断的在挑战他，而且还有什么？他里面的人斗成一团啊！丁薛祥是他的人，然后蔡喜也是他的人，对，2个人居然现在在互斗，2个人互斗。对，所以呢，现在习近平不只是这个解放军斗他，他里面的人也互相斗来斗去。那最糟糕的是什么？现在川普也斗他。川普就跟他说：“川普也斗他，我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你要不要来啊？”就目前为止来说话，习近平应该不会出席啊。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习近平面临到多面煎熬的一个局面。好，那他讲说，昨天你要讲到《解放军报》的8·1评论，如果敢贴出来带头坚持集体领导，而且我们昨天也谈到了中部军战区里面，大家都在开会，后面就有这个大字报，后面这个大字报里面也是要坚持集体领导。坚持集体领导很简单，我就是要去挑战习近平的权威，而且这个已经连我的官方单位，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竟然也转贴这个长城瞭望。对不错，好，我们来看，就最早来说是8·1评论里面，这是12月9号带头坚持领导。那你要这个解放军报那弄出来就算了，就没想到国防部转贴啊，国防部也来了，还有什么他们军网啊，可能跟国防部相关的、跟解放军相关的，大家全部都贴，全贴。所以呢，全部都贴嘛。你看这个长城瞭望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就是这个。好，紧接下来的话，我们知道大字报你要发挥功用是什么？就要扩散，所以就开始扩散。扩散之后，你想说那就一张大字报就算了嘛，当然就没事了，就没想这是12月9号的事情。紧接着12月10号又再来一个，对，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你看字节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你看，这显然，你看这是2，这是3，显然还有接下来还有一连串
他要一连串一直不断的上书，不断的上书，所以去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刚刚讲的已经有3篇了，对，一篇是4号，对，一篇是9号，对，一篇是11号，对，我接连着针对你的集体领导，针对你的党内民主，对，不断的挑战党中央。对，所以呢，我就说嘛，如果习近平压得下去的话，第1篇就压住，到第2篇压不住，第3篇还压不住，所以告诉你是里面真的蠢蠢欲动，大家想要这个要对他有意见，而且你讲说。如果你去看到这个最新的带头发扬党内民主、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这个内容，你看了以后，你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对，它里面没有批评习近平，但是你看看他讲什么。好，我们党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历来都是充分的这个发扬民主，对不对？少数领导干部不自觉把行政职务带到了党内，居高临下，居高临下这几个字，以至于其他同志不敢大胆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你不觉得？谁在居高临下？现在谁居高临下？现在只有一个人居高临下，那就是习近平。对，书记还有副书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示范的表率做效果，要自觉的强化接受监督的意识，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还有行为失范。虽然他讲了那么多，那不就讲习近平？你现在没有自觉的强化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你现在权力失控，你现在决策失误，你现在行为失范。对，你看，你只要看那个字，你就觉得他没有讲习近平，但是他就是在讲习近平。好，另外一个，他说书记还有副书记要有宽阔的这个胸襟，还有高贵的境界，诚恳的接受监督吧。所以你看，这不是这样吗？他谁现在我问大家，现在谁需要监督？现在只有一个人需要监督，那就是习近平。谁在这个居高临下？谁是一家之主？那就是都在讲习近平，所以他没有讲谁，但他其实讲的就是习近平嘛。而且他也讲说，有的把这个所在地方分管当成独立王国，对，私人领域，对，班子其他成员多讲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损害了自身的权威，不支持自己工作的这个所谓的不支持自己的工作，还有书记、副书记，你缺乏了所谓的监督的意识。对，你看党内组织里面书记、副书记、委员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所以呢是讲这么多，当然就是主要就是要炮打你嘛哈！我就讲从一开始慢慢很多，你看都是在讲这个委员和书记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是平等的意愿。你看，所以这刚才讲到，对这个东西我就要贴大字报，对，贴大字报以后我就要广泛流传，对，广泛流传。刚刚讲的第一个是解放军报，第二个是刚刚讲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所谓的军媒观点长城瞭望，对，接下来。连中国军网，对，连中国军网也张贴了。中国军网的张贴在哪里？竟然在思想战线上面。对，所以我就说嘛，现在是解放军，是大家都在做党内民主的表率，他们要率先这样做。我跟你讲，解放军怎么敢这样做？那尤其是我跟大家讲，目前为止的习近平呢，他在军中的力量真的是越来越薄弱。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事实上，在7月的3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就开始很多人出现落马的这个状况，苗华当时就不太对劲了嘛，对不对？另外，后来8月，习近平为了要防止可能军事有变的时候，他当时不是调了非常多换来换去吗？对，这个就换来换去那些人现在也不见了，也调了。对，那我就讲现在有几个人，第一个苗华当然是已经调了，对不对？另外还有这个秦声祥他以前也是解放，他是习近平的嫡系人马，他现在也被调查，也不见了。另外是袁华志是海军的政委。他目前为止来说，因为他跟苗华关系非常好，他目前为止也可能会被调查的这种，他们都是习近平的嫡系。另外还有一个军纪委的2把手叫陈国强，陈国强是谁？他是解放军的飞弹专家，他是习近平拔擢起来要进到军纪委里面去了，就被他现在他被赶回去，被赶到这个乡下去了，所以等于是习近平的所有的人呢都被赶走了。那当然了，这个目前为止在偷笑就是张又侠，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文章出来，然后伴随着习近平的人一个下，一个下，那当然就是显然这个挑战他的力道是相当的强。而且特别提到说，这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习近平的31军大下怡请。对，刚才讲。现在习近平最后最相信什么？就是我福建当时的31军，我现在怎么拉上来的？包括苗华、秦声祥，都是从31军从小跟我一起长到大的。就没有想到他最相信的部队是最伊利拉拔的31军，是现在居然全部垮掉了。何卫东很多都是都是跟着他一路从厦门而来的，所以那些人都不见了，所以等于是说他在军中的实力被拔掉了。苗华是他安排非常久的人，希望把他的人安插进来，就苗华不见的时候，全部都被拔掉。他现在就没有什么嫡系部队了。而且现在最让人家惊讶的是，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会议，何卫东竟然也缺席了。我们知道，现在军委会里面唯一还可以跟张又侠2个抗衡的就是何卫东。对，那如果你现在何卫东也没了，对，现在习近平
那不就真的让张又侠独大了吗？对啊，所以我就说嘛，现在连何卫东，他有时候就常常一些重要会议就不见了一个状况。好，那我就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除了那个解放军在斗这个所谓习近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对习近平来说，他已经觉得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是他内部人士在斗，现在是什么？丁薛祥跟这个蔡奇两个在互斗。那为什么在互斗？宝姐很简单，因为为什么？现在有一个传言哦，有一个传言是什么？因为习近平现在似乎是党内有非常多人射箭射到他身上，他要给谁带？他要推给谁？现在传言是蔡奇可能会变成是替死鬼啊。那蔡奇是替死鬼的时候，那就斗蔡奇嘛。所以呢，丁薛祥就发动斗蔡奇。那于是你知道有一个人就这几天就被传言，中国海关总署的署长叫于建华。宝姐，这个官也是蛮大的。就他居然怎样？他就突然过世，突然死亡。一个破文出来就说啊，他这个经救因为这个突发这个疾病，然后急救无效，然后不幸就往生，然后享年61岁。可是宝姐，他这个文章出来之后，人家就说他不是被这个突然发病，对，他是怎样？他是吞弹自杀，就是自己开枪，或者是说被人家开枪打死。这个外面传成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传言就是什么？因为他卷入了丁薛祥跟蔡奇两个人的斗争，然后丁薛祥举报他，然后中纪委要去抓他，今天中纪委抓他之后，他就觉得过去我有很多可能不名誉的事情，然后我就引弹自杀，所以就变成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里面习近平里面的之前一再传得沸沸扬扬，中国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这个是习近平这几年来大力提拔的人嘛。而且这个于建华刚刚讲到，最近习近平我要派到外面去什么祝贺使节团的，要跟外面交往的，我都有派于建华。对，结果他突然死亡，居然是引弹自尽。对，引弹自尽的结果居然是卷入蔡奇跟丁薛祥的内部斗争。没错，这个于建华是习近平非常喜欢的人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外语能力非常好，他是中国非常能够沟通跟谈判的人。所以听说刘鹤当时在跟白宫谈判的时候，还有找他去帮忙，就是他非常受的这个所谓习近平的喜欢。那因为你知道这几年不是蔡奇最红吗？对，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当然投靠蔡奇这边嘛。对，所以他跟蔡奇非常好嘛。问题是现在蔡奇失势了，可能会被斗。丁薛想要斗他嘛，所以变成是蔡奇就挂掉。那蔡奇前一阵子不是斗这个李强吗？会把李强挤下去吗？虽然说，不只是解放军在斗习近平啊，他下面的那些所谓的斗成一团，你斗来斗去，为什么要斗来斗去？而且还传出蔡奇的儿子出事了。对，那为什么要斗来斗去？因为他们都要就未来可能假设习近平下来之后呢，那我们未来谁要来接班，或者谁要这个上位，都非常重要。好，另外一个大家就觉得说奇怪，那你这个张又侠，你到底凭什么力量？你为什么能够干掉习近平？对，我跟你讲，我们之前不是讲了，刘源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嘛，对不对？刘源上书。好，那我们讲，实际上刘源上书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我跟他讲，他就算没有上书，他讲的也大概是这样。为什么？这个刘源他在去年，你看这个时间点是2023年的10月31号，你看。这个刘源还有这个，他就确立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纪念刘少奇的诞辰的125周年。所以他去年就已经发表过这个文章了，内容差不多了。这文章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说他有没有上书，他其实已经写过这个文章了。好，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跟他讲，真是纪念刘少奇同志这个诞辰125年的这个音乐会里面，他把很多老同志全部都造出来了，什么这个毛泽东的啦、周恩来的啦、朱德的啦，还有包括说陈毅的啦、华国锋的啦、张云逸啊，全部都把他找出来，这些全部都在后面这样子。你看，这不是标标准准的红二代就在他身边吗？这些人的官位都比你大。我曾经在节目上讲过，所以这已经酝酿了1年多了。我在节目上讲过嘛，红二代彼此之间会比什么？比你老爸是谁？对，你老爸，你习仲勋，你是谁？你是副国级的而已啊。我们这个包括说像刘少奇啦，或者国家主席，国家级的，还有周恩来的，朱德这些人都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压力对习近平当然压力会更大。所以这些人集结起来的时候，当然张又侠的力量就会非常大嘛，所以才会有这种力量。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好像？一直让习近平无法抵御，因为重点就是在那些红二代，当初对挺习近平的红二代，如果假设那些老的红二代开始出来要对你有意见的时候，当然会对习近平形成非常大的这个阻碍。不懂，像我们这种外行人看不懂中国，我们不了解，你一看你就说不得了了，出大事了。我说为什么出大事？你说重点在哪里？重点不是集体领导，重点也不只是党内民主，重点在什么？重点2个都是带头坚持。带头发扬，你怎么会解放军带头这个东西就代表你要带头造反吗？带头反对这个集一尊，应该这样讲啊。一尊现在的地位已经要转换成集体领导，
然后关键在哪里呢？在非常多年，这个中国解放军没有那么张扬的在做一个诉求。因为他基本上你也知道，在一个成熟的国家里面，对，他这个军方不管怎么讲，都是扮演了一个比较低调的位置。没错，怎么会突然间变成他的带头呢？他的带头等于挑战这个目前的党中央的威信。带头就代表我要站出来了。带头就是要改变现状嘛。那他的现状就是习一尊的现状嘛。那要回到集体领导，那这个事情是党的决策啊。这就是最高当局的决策的领导方式要。以前中国不是党指挥枪吗？你怎么可能枪回头来质疑党了呢？对，现在摆明就是你讲这个，你如果用简化来讲的话，用简化这个文字的话，就是现在枪要回头过来改变党的路线嘛。而且这个代表的意义来讲的话，非常的尖锐。那这个尖锐的意义来讲的话，都一定是他带头。那谁带第二？对，谁带第三？谁第四？那不是一波一波跟着后面来？没错，这他是要干什么？就是改变嘛。于是这次让人家最惊讶的是，带头造反的竟然是解放军。我们再看一遍，就是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都是解放军说我要带头来改变。那解放军为什么那么生气呢？我们知道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他干嘛？我就打贪，我的重点就是打所谓的解放军。打解放军，我先把古俊山干掉了，我把郭伯雄干掉了，我把这些这个徐才厚干掉了以后，你好好整顿大家也就算了，没有。你现在换来这批人，包括你的苗华，你苗华有比较好吗？你苗华没有比较好。经过这12年的时间，所有的人事你都要贪，而且大家讲说，现在中间最大的老虎，现在是你自己。就你搞了半天说，你自己不干净，你凭什么指责我们？而且他在用人的时候，不管你在用海军，不管你在用火箭军，这都是专业军种。专业军种你要有专业的人才。结果那习近平都乱搞嘛。对，宝雷哥，为什么他们之所以这么愤怒？因为你像刚才讲到了，整个解放军呢，你以一个苗华为首，苗华他管的是什么？苗华他管的是人事上的派人，他是政治部主任。所以换言之，你底下下辖的所有人，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唯才是用，应该专业适用。但请问他有这样干嘛？没有，他叫陆军去干海军，然后搞一些什么董军、王厚斌都在现在陆军上来，但他发现一个问题，不是啊，你用人的确你都用自己的人，你都用亲信的人，所以说我叫陆军去管海军，我叫海军去管火箭军。对，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只有一种概念，就是你是不是习家军。还记不记得习近平讲说，我要绝对忠诚，对不对？我要有办法绝对依靠他，绝对信任。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外行领导内行，而且来的时候就算了，他们只信你习近平一个人，就底下呢一样卖官的卖官，贪腐的贪腐，腐败。而且呢，你再三强调你要整顿的火箭军，这是对外我们讲最重要的一个前端科技跟力量，结果搞了我半天，你知道来干嘛吗？出什么事了？一样贪污腐败一大堆。把那个我首先讲来，你看到火箭军里面的最重要是什么？导弹。导弹呢，它要从哪里发射？发射的地方呢，叫做我们讲的这种火箭的这种井口。但不好意思你知道吗？中国总共有300个发射井，结果这个300个发射井里面呢，因为比如说这个螺丝啊，它可能我们讲偷工减料啊，这边呢找厂商它偶用偶设计啊，就你在搞老半天，里面一大多火箭井连发都不能发，那不能发，那导弹等于没有用啊，那不能用它怎么办呢？来，导弹就放那边烂，放在那边的时候，来不好意思导弹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燃料，而因为它为了要长期置放。它都用这种固体燃料，你知道固体燃料跟这种液态燃料差别在哪里吗？你如果用液态的话，它没办法久放，因为液态的话呢，它要把所谓的助燃剂、氧化剂跟所谓的燃料呢区分开来。虽然说它效果比较好，但是呢没办法放，所以全部都是用固体燃料。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异想天开，反正我的井呢也打不开，我的导弹呢也不能射，我干脆干嘛呢？我把燃料掏出来。燃料掏出来，你知道吗？当然是变卖嘛，看他们做一些有的没的变卖，对嘛。但我们讲，有时候总是我有多出来的嘛，多出来他在干嘛？拿来煮火锅，他就直接拿来煮火锅。所以，这不是我们随便乱讲啊，这是中国前解放军海军司令中将姚晨他讲的。他说，在部队的时候，家属去做饭，他把我要不然就从飞机的油箱里面把油弄出来，用航空用油做饭，烧起来火焰是绿色的，没有一点味道。还有。我们在部队里面吃火锅，就把飞弹里面的固体燃料一块一块的拿出来烧火锅吃，因为部队其他方面的保障跟不上。火箭军火箭军我们曾经讲过，它的固态燃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设备啊，结果你居然把火箭军里面的固态燃料挖出来。煮火锅吃，把那个所谓的我们讲的基本的保障跟不上，我就是推脱之词。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种燃料事实上它价格都非常高。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包括它把氧化剂
跟助燃剂全部混在一起，然后形成这种固体。通常呢，里面有什么？有什么硝酸铵啊、高氯化铵啊之类的，有这种非常高阶的化学物品。但他为什么说，它这个绝对是真的？因为他说火焰烧起来是绿色的，就是这两个化学物品，一点味道都没有。当然没有味道啊，因为干净能源啊，所以他拿来烧了之后呢，拿来吃火锅。但你以为这最扯吗？不是，因为我这甚至高度怀疑。所以你要讲。今天如果是航空用油，它的燃烧效率一定是最好的。如果我的燃烧效率最好，我就完全挥发殆尽，所以我没有味道。对，因为油，我跟你讲，各位，油是不能放的。那不能放的东西有没有办法拿来贪污？没有办法，好不好？因为油它的顶多效期可能就1个礼拜就过期了，而且它还要跟助燃剂分开，很复杂。只有美国那种高阶的火箭，你知道吗？因为它可能要向量喷嘴，要控制，甚至它要长时间的缩放。因为只有液态的这种燃料，它才可以去管控它的油口。但是这种固态的，你知道吗？就烧下去就没了。那对他们来讲，反正我大部分都是用这种便宜的这种固态燃料。但你想想看它不只是偷固态燃料而已，它不是把它偷出来而已。导弹里面应该要装什么？我们刚才讲到油嘛，宝哥，你知道你现在把导弹的油不只是飞机全部都抽出来，抽出来之后你就把它什么东西灌进去，你知道吗？他把水灌进去。真的他就把水进去，油偷出来拿去卖，然后呢把那个水灌进去，反正的重量称起来一样重就好了。所以我都高度怀疑所谓的发射井不能用，只是推脱之词，他是故意让它不能用，否则你发射井可以用，到时候要试射的时候，里面全部导弹都装水，那成何体统？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中国解放军从火箭军到他的海军都这么多问题，那习近平绝对会是千夫所指。好，所以各位刚才讲的中国现在内部的混乱。比我们想象更复杂嘛。第一个是解放军现在的态度非常的奇怪，现在不只是解放军报，连中部战区在开会的时候，后面也大大的我们要坚持所谓的集体领导。另外就是现在中国关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署长，居然突然死亡，说他根本就是卷入了蔡奇跟丁薛祥的内部斗争。对，你在看中共的这个斗争来讲的话，你只要看到说，比如说贪污腐败、财色美女等等之类的，都全部都是假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是在各个派系、不同的派系在相互斗争，这个才是真的。所以其他都是罗织罪名而已。这个于建华是什么？于建华其实以前是出身商务部的而且他当年在担任所谓的商务部的司长的时候，他的老板就是薄熙来。你知道他当初来讲的话，其实在部内来讲被拉拔上来，甚至于最后做到商务部的这个助理部长的时候，都是薄熙来在拉拔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因为当时刘鹤不是跟美国在进行贸易谈判吗？对。结果后来不谈得乱七八糟的，那个川普施压下去的时候，这一位于建华是从瑞士跑回来救刘鹤的，而且也救了习近平。你说刘鹤谈不下去，所以谈不下去是这一号人物回来救他们的。那时候习近平就开始赏识他，而且当时的中办主任就是丁薛祥。就觉得说，这号人不错哦，这个是江苏人，所以就拉拔他上来。就拉拔他上来之后，听说这一次他是饮弹自杀。怎么在家里这个也可以拿自己枪开自己？是不是背后有人进去开枪嘞？对。而这个开枪的人，听说他到底自杀还他杀？是。就被他杀，被自杀，就是说，到底这样的开枪人是不是蔡奇派出去的？那为什么是蔡奇派出去呢？因为蔡奇的儿子在今年这个月初的时候出事了，对，听说被车祸了。他被车祸的时候被带走，但是被中纪委带走，而不是送到医院去。那蔡奇的儿子是39岁，刚好跟薄瓜瓜差不多的年纪，大概36、37、38、39左右。这时候蔡奇知道吗？这几个月以来，在10月的时候，记不记得习近平到漳州、到福建，对，没有看到蔡奇。蔡奇是福建帮的，对，结果没有蔡奇。照道理讲，他是担任国安会类似我们秘书长，担任什么？担任这个所谓的中办主任，都要跟在习近平旁边。对，但是为什么今年10月没有出现呢？10月以后没了，所以代表说蔡奇正在被斗。那为什么被斗呢？因为苗华就被斗，因为苗华跟蔡奇都是福建帮的。那当时苗华就已经去依靠蔡奇了，对，所以变成说蔡奇这个福建帮来讲的话，变成另外一个江苏帮，就上海帮的，要来斗福建帮的。难怪讲说习近平最依赖的31军整个垮台。是啊，原因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丁薛祥在背后塞狼啊，因为我的人也被你干。那后来于建华就是这样被干掉的原因，是因为你干掉我的人，我又干掉你的人嘛。所以其实你知道丁薛祥这一号人物他为什么会气愤嘛？怎么说呢？因为他本来是中办主任，
他把中办主任交给蔡奇，但是中办主任去当了一个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就被架空了。对，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有到中国大陆也就知道，其实蔡奇在习近平的心目中非常重要。其实蔡奇才是核心中的核心。所以你看到苗华为什么投靠蔡奇，原因就是说我只要投靠蔡奇就不会出事啊。对。但是问题是蔡奇本身来讲也有问题，因为他能力不够啊。上一次北京的什么低端人口被清出去就是他啊。对。那今年来讲，年初不是发生说天安门有人被车祸撞进去吗？对，那为什么那撞进去是谁？是那时候处理这件事情的北京副市长叫高明，这个高明就是蔡奇拉拔上来的，所以没处理好就被大家斗争。那你高明也不见了，现在这一号的副市长也不见，因为处理那个事情处理不好也不见了。所以到处来讲，现在这个中共内部来讲一团乱，什么一团乱？因为现在准备要进入到21大的前面的四中全会，就是说20大的四中全会。准备的其实是21大那时候的人事派系，所以现在你看到习近平底下到处大家斗来斗去，那斗来斗去有什么好这个现象会出现呢？就是说，如果习近平改变了过往的集体领导制度，变成是独尊于一尊，但是未来呢？这些人如果是蔡奇拿到权力怎么办？会把其他人家斗死啊！所以现在所有各个系统全部出来，就是说要求回到原本的那个状态，对，那个什么状态叫集体领导状态。然后这个共产党让各个派系能够出现的时候，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今天不是你习近平说了算，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共的常委也不是你习近平可以指定。现在中共的常委，你按照过去的原则，大家平分，按照派系的实力，该你团派的，该你红二代的，该你什么，大家都共同来分配。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习近平内部的自己的派，自己拉拔的人长大的，比如浙江派的。福建派的、上海派的都在一直在内斗啊，特别中间又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做王小洪。王小洪在这一次来讲的话，竟然没有拿到政委书记，他变成副书记而已。他是公安部部长，他是习近平从福建拉上来的，也是福建帮，但是他投靠到丁薛祥这边来。丁薛祥结合他去斗蔡奇，所以这个其实里面大乱斗，你知道吗？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蔡奇？你能力不够，又想发号施令，然后你处理低端人口呢，处理这样子，进来习近平还赏识你，让你上位。那这时候呢，其实很多派系都不服的，因为能力不够，所以大家其他派系不服的情况之下，就开始在斗他，包含他的儿子，现在都已经不知去向了。好，是我们另外一个讲的，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压力，当然就是来自川普。而你刚刚讲到，现在他川普的高级顾问纳瓦罗，他本人之前传说，现在中国怎么办？我就学当年的这个什么，我就跟你讲，我就贬值。对，那我就贬值了以后呢，朱镕基时代我就给你贬值。纳瓦罗说没有，你如果贬值，我就给你用更高的关税。所以现在，他现在川普跟习近平是斗争的。而且我跟你讲，川普这个很故意啊。他昨天呢出席这个 NYSE 的这个敲钟典礼的时候，就有人问他说：“听说你有这个请这个习近平？”他说：“我邀了一些人啊，那些人都有答应我了。那至于说没有邀习近平，他没有说这样。但是我邀了他们都会参加。可是问题是，抱歉 ，CBS 说他的川普有邀习近平，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习近平不会亲自出席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也就是说什么呢？川普应该是有跟这个习近平说我邀请你来，但是呢，习近平不敢去。而且宝杰知道最尴尬的是什么吗？国外媒体都在传这个川普有邀习近平什么，在中国媒体里面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就照说显然对习近平来讲非常之尴尬，他不知道要不要去。但是你知道他现在要不要去？而且现在党内乱成这样，解放军每天在跟我说集体领导，他敢出门吗？你觉得他能够去吗？要是我也不敢啊。对啊，第一个他现在不知道出得去回不来了。他现在面临到这样的压力，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这样，他内部里面的这个丁薛祥跟蔡奇也斗成一团，再加上说他这几天中国在开什么会议呢？中国在开这个中央的这个经济会议。中央经济会议里面，习近平亲自出席哦，他还没有说，我们这个经济还是向好啊，然后又说明年要怎么货币宽松政策。所以呢，这几天为什么股市涨？因为呢，他讲了嘛，他自己亲口讲啊，我们未来就是要宽松货币了，就是要救了，没办法，所以人家闻到不一样味道哦。他自己说要货币宽松，那你什么意思？印钞票，然后这个发国债，那同时之间呢，让人民币贬值，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抗这个所谓这个未来川普可能对我发动的这个经济战嘛。可是问题大家都知道嘛，结果他就被纳瓦罗打回去了。对，纳瓦罗就说你敢的话，如果你敢这个发动这样的话，我会再给你加关税。就是说原本我已经给你加了，然后你用人民币来跟我对抗，说我再帮你加关税，因为你这样是控制汇率，所以等于是说，你起码上面包，人家川普都有上面包，就来跟你对抗。所以跟你讲，而且这一次呢，我就说。
这个纳瓦罗上次在第一任总统的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决策，又是对中的所有的总思想家是他，就没想到他第二任他又回来了，他现在担任白宫的经济顾问，所以人家说中国接下来真的是有苦日子要过了。